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immy， 我是 Joanna。我们今天来到一间便利商店的门口，很悠闲的坐在这露天咖啡座，这种感觉超惬意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走进超商，感觉架上的东西好像都是为你放的。早上赶着上班，门口附近常常就有热咖啡、三明治、饭团和茶叶蛋。中午肚子饿，便当、凉面、沙拉、微波饰品刚好摆得满满的。下午想提神，咖啡旁边可能刚好有甜品优惠。晚上下班经过，架上又开始出现即期折扣、热食促销、第二件优惠。对啊，听起来好像不是巧合欸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这只是店长很有经验，知道附近上班族早上会买咖啡，学生放学会买饮料，天气热冰品会卖得快。但现在越来越多零售业者，特别是超商、超市、电商平台，对零售业来说，最害怕的事情其实很简单。第一个是缺货，第二个是卖不完。缺货代表客人想买却买不到，想买冰拿铁却没冰块，想买便当却看到架上空空。你为了某个限定甜点特地跑来，结果已经卖完。卖不完也很麻烦，尤其是保存期限短的便当、饭团、三明治、鲜食和甜点。所以零售业一直在追求一个很难的目标，架上不要空，也不要爆量。了解。最好是客人想买的时候刚好有，而且卖到最后又刚好不要剩太多。对啊，感觉好像每天都在猜谜。真的很像猜谜，只是现在这个猜谜游戏有 AI 帮忙。AI 的核心角色就是把过去靠经验、直觉和人工判断的事情，变成用资料来预测。它会看过去的销售记录，分析不同时间、不同门市、不同天气、不同节日、不同客群会买什么。它也会观察会员 App、点数系统、优惠券使用、电商浏览和购物车行为，推测你下一次可能想买什么。本集我们就要用最日常的超商情境，拆解零售业如何用 AI 预测需求，从资料从哪里来，到 AI 怎么猜你想买什么，从库存管理到个人化促销。最后也会谈到，当商店越来越懂你，这到底是方便还是压力？要让 AI 做预测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有资料。零售业其实是最容易累积资料的产业之一，因为每一笔交易都会留下记录。POS 系统不只是把金额算出来而已，它会记录你买了什么，什么时间买，在哪一家门市买。例如某家门市每天早上7点到9点，热美式咖啡卖得特别好。周一中午，鸡腿便当比其他便当更容易缺货。下雨天，热汤、关东煮和热饮销量上升。夏天午后，冰品和手摇风格饮料卖得更快。这些看似琐碎的记录，累积起来就是非常有价值的销售地图。所以每一次结账都是在帮系统补数据。可以这么说，只要资料被合法、合规的收集与使用，结账资料就能帮助店家更了解需求。第二个重要来源是会员 App 和点数系统。如果你刷会员条码，系统就能把不同时间的消费串起来，变成同一个会员常买哪些东西。有些人每周1、3、5早上买无糖豆浆和饭团，有些人周末常买零食、气泡饮和冰淇淋。怎么跟我好像？它能看出你的消费节奏、价格敏感度、口味偏好和活动反应。第三种资料来自外部环境，天气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下雨天，某些商圈的人流会下降，但住宅区附近的外送或即时需求可能上升。节庆也会改变购买行为。商圈特性也很重要。办公区门市和住宅区门市不同，学校附近和医院附近也不同。第四种资料来自线上行为。你在 App 里看过一款新口味咖啡，但没有买。几天后走进门市，系统可能推送一张咖啡优惠券。你常在线上买家庭号卫生纸，系统可能在周末提醒你补货。临时放进购物车却没结账，下一次活动可能就会出现相关折扣。原来资料不是只有我买了什么，连我看过什么但没买也可能有用。对 AI 来说，购买是很强的讯号，但浏览、停留、收藏和放弃购物车也都是讯号。这些讯号合在一起，就让零售业能更细致地理解需求。接下来我们来看 AI 到底怎么预测你下一次可能想买什么。最基本的方法是从历史销售资料找周期。很多消费行为都有规律。上班族早上买咖啡，中午买便当，下午买点心，晚上买晚餐或生活用品。周五晚上零食和酒类饮料可能增加，周日晚上可能出现补货需求。AI 可以把这些资料拆成时间、地点、商品、客群和情境，
找出销售尖峰。它不只是看这个商品卖得好不好，而是看在什么条件下卖得好。这些模式累积到一定程度后， AI 就能预估明天、下周、下个节日前后需要多少货。了解。第二种方法是透过相似族群来推测兴趣。如果很多跟你一样常买无糖茶、鸡胸肉、沙拉的人，也会买高蛋白饮品，系统可能推测你对高蛋白饮品有兴趣。如果你常买咖啡和可颂，而相似族群也常买某款甜食，系统就可能把甜食优惠推给你。这不代表 AI 真的理解你的心情，它只是从大量资料中找到关联。所以它不是读心，是看大家的行为模式。对，这点很重要。AI 不是魔法，它是概率模型。OK， 它不是说你一定会买，而是推测你买的几率比其他人高。了解。第三种方法是结合即时变数。零售需求不是固定的，很多事情会突然改变。是吗？如果天气预报说下午会下大雨，系统可能提高热食、雨具、热饮或外送需求的预估。如果附近晚上有大型活动，门市可能需要增加饮料、零食、轻食和行动电源相关商品。如果是连假前一天，旅途零食、咖啡、提神饮料和旅行用品可能会变热门。AI 的优势在于，它可以同时处理很多变数。AI 可以把这些资讯快速整理成预测，给总部或门市做参考。第四种方法就是把可能会买变成优惠券和推播。好。如果系统推测你这周可能会买咖啡，它可能发给你咖啡折扣。如果你常周末买零食，周五晚上可能跳出零食组合促销。AI 先算出谁可能对什么商品有兴趣，再决定要不要推优惠，推什么时候，推多少折扣，用哪种文字比较容易让人点开。难怪有时候优惠券来得刚刚好，好像知道我想买。但我们也要记得，这种刚刚好背后是大量资料和概率计算。AI 在零售业最实际的应用之一就是库存管理。像便当、饭团、三明治、饮料、甜点这些商品，每天都要决定要进多少，进太少会缺货，进太多会报废。以前这很依赖店长和店员经验。没错。现在 AI 可以把过去销售、天气、附近人潮和活动资料系统化，提供更精准的建议。系统可能发现，周二中午鸡肉便当需求偏高，周四凉面比较好卖，气温超过30度时，沙拉和冷饮需求增加。了解。这些预测可以协助门市订货，不是每一家店都用同一套数字，而是根据位置、客群、过去销售和即时情境调整。减少缺货带来的好处很明显，顾客想买的东西买得到，店家营收不会流失，品牌印象也比较好，降低过量进货也很重要。AI 如果能让预测更准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报废。所以 AI 不只是让店家赚钱，也可能减少浪费。对，这是很重要的正面效果。当然 AI 不是万能，预测仍然会失准。突然的大雨、临时交通管制、附近公司放假、学校活动取消，或某个商品因为社群媒体爆红，都可能让模型来不及反应。所以店员和店长的现场经验仍然很重要。最理想的状态不是 AI 取代人，而是 AI 帮人看见更大的资料趋势，人再用现场经验做最后调整。除了库存， AI 另一个很常见的应用就是促销。同一个 App 里，不同人看到的优惠券可能不一样。这些通常不是随机的，而是系统根据你的购买频率、偏好、价格敏感度和回购周期产生。如果你每天都买咖啡，系统可能给你搭配甜甜的优惠。好。如果你以前常买咖啡，但最近少买了，可能给你比较有吸引力的折扣券。如果你固定每个月买生活用品，系统可能在差不多要补货的时间发送优惠。OK。如果你常买某品牌鲜奶，系统可能在新品上市时推给你。这样听起来，每张优惠券背后都有目的。没错，优惠券不是单纯送福利，它也是一种引导行为的工具。组合促销也是零售业很爱用的方式，例如咖啡搭甜点、便当搭饮料、沙拉搭优格、泡面搭茶饮。AI 可以分析哪些商品常常一起被购买，哪些组合能提高客单价，又不会让消费者觉得不自然。动态价格和即时折扣则是另一种应用。AI 可以根据库存剩余时间、历史销售速度和目前人流，建议什么时候打折、打几折。某款甜点今天销售比预期慢， App 可能推送限时优惠。某家店冰饮库存过高，而天气又突然转凉，就可能需要更积极的促销。但对消费者来说，需要提醒自己分辨，我真的需要和我被推着买。
优惠看起来很贴心，但也可能让人不知不觉花更多。AI 促销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它不只是把商品放在你面前，而是在你最可能心动的时间点出现。谈到这里，我们一定要谈资料和隐私。好。如果系统只知道某家店今天卖了多少咖啡，它能做门市层级预测。OK， 但如果知道某个会员的习惯，就能做个人化推荐。资料越多，推荐越准，商业价值越高，但隐私风险也越高。没错。风险不一定是店家故意做坏事，而是资料本身一旦集中，就需要被妥善保护。所以匿名化很重要。当资料用于整体趋势分析时，应该尽量移除能识别个人的资讯。同意机制也很重要，消费者应该知道自己提供了哪些资料，资料会用在哪里。好，资料保存期限也需要被重视，不是所有资料都应该永久保存。了解。可是会员条款真的很少人会看完。企业除了合法合规，也应该用更清楚的方式告知使用者，提供容易找到的隐私设定。消费者自己也可以管理通知。怎么做？检查 App 权限，定期整理会员资料。面对个人化优惠时，先问自己是否真的需要。AI 零售的便利不应该建立在使用者完全不知情的基础上。有道理。好的个人化应该让人觉得被服务，而不是被监视。总结一下， AI 正在改变我们熟悉的零售场景。在库存管理上， AI 可以分析历史销售、天气、节庆、商圈和即时变数，协助门市定出更接近需求的数量。在会员经营和促销上， AI 可以根据消费习惯提供个人化优惠，决定什么商品适合搭配，什么时间点推送最有效。对消费者来说，这带来很多方便。你想买的东西更可能买得到，优惠券更符合需求，店家也可能因为预测更准而减少食物浪费。但另一面是，过度追踪和过度推销可能造成反感。了解。未来 AI 零售可能会走得更远。你走进店里，手机可能已经收到专属优惠，你拿起商品，货架可能知道库存少了一个。你离开时，系统自动完成付款。听起来真的很方便，但也有一点点可怕。科技本身不是只有好或坏，它取决于怎么设计、怎么使用，以及使用者有没有选择权。有道理。如果 AI 帮助店家减少浪费，补足需求，提供真正有用的服务，那它会让生活更便利。好。如果只是让推销变得更密集，资料收集更隐形，消费者迟早会反感。下一次你走进超商，看到架上刚好有你想买的便当，手机刚好跳出你常喝咖啡的优惠券，或即期品刚好打折时，可以想一想，这背后可能不是巧合。最后也留一个问题给你，当店家知道你什么时候想喝咖啡，什么时候想吃甜点，什么时候可能会补货，你觉得这是贴心还是压力？应该算贴心吧。我们下集见。拜拜。